第42章，孤独。当我们全心全意照顾他人，他们的好榜样，使我们内心变得更好时，答应帮助别人是容易的。但是，当帮助我们的声音消失，每天学习的东西结束，喜欢的人离开，只剩下孤独和难过时，我们会觉得坚持原来的想法很难。乔就是这样，如果他因为想念妹妹而难过，他怎么安慰他的父母呢？如果贝斯离开这个世界，他觉得世界上的光明、温暖和美丽都没有了，他又怎么让别人高兴呢？他又怎么能像贝斯一样，通过帮助别人来让自己变得有用和幸福，并且相信做好事是最好的回报呢？乔努力尽自己的责任，但内心却不愿去做，因为他觉得放弃他剩下的快乐是不公平的，他的负担更重了，生活也更难了。好像有些人总是得到最好的，而另一些人总是得到最坏的，这不公平。他比艾米更努力地做好事，但是生活没有给他好的，反而给了他更多的失望、问题和辛苦的工作。可怜的乔，那些日子很难熬。当他想到他要在那个房子里度过一生，现在房子里很安静，他要全心全意照顾别人，很少有快乐，而且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他觉得很绝望。我做不到，我不适合这样的生活。如果没有人来帮助我，我知道我会离开这里，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当他开始的努力没有成功，而且他非常难过的时候，他对自己说，这种难过困扰着那些想做好事，也很有力量，但是不得不面对无法改变的事情的人。但是真的有人来帮助他，虽然乔没有认出他的天使，因为他们看起来很普通，而且说的话也很简单。他常常在半夜醒来，以为贝斯在叫他。当他看到空空的床时，他因为一直难过而哭泣，并且喊道：“哦，贝斯，回来，回来！”伸出双手。但是他的哭声并非无人听见，因为妈妈立刻赶来将他拥入怀中。他听到他的哭声的速度就像以前听到妹妹轻轻的叹气一样快。他不仅用话安慰他，还用他温暖的拥抱，用他的眼泪。这些眼泪说明乔的痛苦更大，用比任何祈祷都更能表达痛苦的叹息。因为除了难过之外，还增加了充满希望的顺从。在那些时候，一颗心在安静的夜晚对另一颗心说话，悲伤变成了一件好事，赶走了痛苦，加强了爱。感受到这些，在妈妈的保护下，乔的负担变得更容易承受，要做的事情变得更让人高兴，生活也变得更容易忍受。就像他受伤的心找到了安慰一样，他难过的头脑也得到了帮助。有一天，他去了书房，靠在他爸爸的白发上。他爸爸用平静的微笑看着他。他小声地说：“爸爸，像你和贝斯说话一样和我说话。我更需要他，因为我什么都做不好。亲爱的，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安慰。”他用难过的声音回答，并且拥抱了他的女儿，好像他也需要帮助，而且不怕寻求帮助。乔坐在贝斯的椅子上，就在他爸爸旁边，说了他的问题，他对失去妹妹的不满。他的努力没有用，让他很沮丧。他的生活因为没有相信而变得不好，以及所有让我们觉得绝望的悲伤。他完全相信他，他给了他需要的帮助。就这样，他们互相安慰。他们已经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不仅像父女一样，而且像朋友一样，乐于用彼此的同情和彼此的爱来互相帮助。他们在书房里度过了幸福和思考的时间。乔称之为一个人的教堂。他从那里得到了勇气，恢复了快乐，并且更听从安排。因为教导一个女儿不怕死去的父母现在正试图教导另一个女儿接受生活，
不要难过或不相信，并且用感谢和精力来利用给他的机会。要做的事情和健康的娱乐活动也对乔有很大帮助。他慢慢的学会了珍惜它们。扫帚和抹布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人讨厌，因为贝斯曾经用过它们，而且好像他的一些家庭主妇精神已经进入到没有人敢扔掉的小拖把和旧刷子里。当他使用它们时，乔发现自己像贝斯过去那样唱歌，模仿他的样子来整理和擦拭，使一切都干净漂亮。尽管他没意识到，但这正是通往家庭幸福的第一步。有一次，汉娜握了握他的手，表示赞同，并且说：“你真好，孩子。看来你已经下定决心，只要你能做到，我们就不会那么想念我们亲爱的小贝斯了。虽然我们说的不多，但是我们注意到了。希望上帝保佑你的努力，我相信会的。”有一天，当乔和梅格一起缝东西时，乔注意到他的妹妹变化很大。她说了很多关于她正在学习的关于一个好女人的想法和感觉。她和她的丈夫和孩子在一起是多么幸福，以及每个人都帮助了她多少。最后，结婚会是一件好事。我想知道，他是否会像对你一样对我好一半。如果是这样，如果时间允许，我应该试试看。乔一边在他乱七八糟的卧室里为德米做风筝，一边说：“你只需要让你心里温柔的女人表现出来。乔，你就像一个栗子，外面你浑身是刺，但里面是丝绸。你为那些能看到它的人留着甜美的果实。迟早，爱会让你打开心扉，那时你粗糙的部分就会消失。”是霜让栗子打开，夫人。为了让它们掉到地上，你必须用力摇晃树。孩子们喜欢从一棵树跑到另一棵树，我不喜欢被摇晃到掉下来。乔回答说，他正在完成一个风筝的组装，即使有很大的风也很难飞起来，因为黛西粘在它上面。梅格笑了，很高兴看到乔恢复了他以前的幽默感。但他觉得他应该坚持用他能提供的所有道理来说服他。那些姐妹间的谈话没有白费，特别是梅格有2个有力的理由。孩子们，乔非常爱他们。有些心因为悲伤而打开。乔的心已经准备好从树上掉下来，只需要一点阳光，栗子就会成熟，准备好让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不耐烦的孩子走过来，轻轻地把栗子从树上摘下来，享受甜美而成熟的果实。如果他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乔一定会把自己关得更紧，并且拿出他所有的刺。但幸运的是，在那些时候，他没有考虑自己。所以，当情况出现时，他顺从地从树上掉了下来。如果他是书里的主角，那么在他人生的那个时刻，乔会变成一个好人，放弃世界，并且努力做好事，戴着一顶简单的帽子，口袋里装着小册子。但事实是，乔不是小说的主角，而是一个真正的年轻女子，像成千上万的女性一样，努力在生活中取得进步，并且根据她的性格做事，根据情况感到生气、悲伤、疲倦或兴奋。说我们要做好事是很好的，但这不会马上实现。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让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乔尽了他的一份力量，他正在学习做好他应该做的事，并且在他没有做好时感到难过，但是高兴地完成他的工作，那是另一回事。过去他常说，他希望在生活中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无论多么艰难。现在他可以看到他的愿望实现了，因为有什么比把生命献给照顾父母，并且为他们创造一个像他们以前为他创造的幸福家庭更美好的事情呢？
如果困难只会增加优点，那么对于一个有理想、努力的年轻女子来说，有什么比放弃她的希望、计划和愿望，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照顾他人更困难的事情呢？上天已经接受了他的话，并且给了他一项工作。他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但更好，因为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但他会成功吗？他决定试一试。起初，他找到了前面提到的帮助，但他仍然会收到另一个。他接受它不是作为奖励，而是作为安慰，就像在天路历程中，基督徒接受了凉亭提供的休息，同时爬上了名为困难的山。你为什么不重新开始写作？那会让你快乐。他的妈妈看到他有点难过时说：“我没有心情写作，即使我有，我的作品也不会让任何人感兴趣。我们会的，为我们写一些东西，忘记世界上其他人，试试看，亲爱的。我相信这对你有好处，我们也会很高兴。”我不认为我能做到，乔回答说，但是他还是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并且看了他没有完成的手稿。小时候，当妈妈探出头时，她发现乔正在飞快地写作，非常专注，穿着她的黑色围裙。马奇太太笑了笑，走开了。很高兴看到他的建议成功了。不知怎么的，乔写了一个直接打动读者心灵的故事。一旦全家人都因为阅读而欢笑和哭泣，他的爸爸就将文本违背乔的意愿发送给该国最著名的杂志之一。让作者惊讶的是，他们不仅为发表他的故事付钱，而且还要求他写更多。发表后，一些重要人物写信称赞作品的质量，报纸报道了此事，每个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都钦佩他。乔觉得这么短的文字不值得这么大的成功，他比他第一次写小说时受到如此多的批评和称赞时更加惊讶。我不明白，这么短而简单的故事，有什么能让人们如此称赞？他真的感到困惑地问道。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乔，这是他的秘密，幽默和悲情赋予了他生命。我认为你终于找到了你的风格。你写作时没有考虑名声或金钱，而是把你的心放在了文字里。我的女儿，你已经尝到了苦涩，现在是甜蜜的。继续努力，像我们一样为你的成功感到高兴。如果我写的东西有任何好的或真实的东西，那不是我的功劳。我把一切都归功于你。妈妈和贝斯，乔肯定地说，他爸爸的话比世界上所有的好评都更让他感动。就这样，爱和痛苦教会了乔写新的故事。他发送这些故事是为了结交新的朋友。这些故事总是受到欢迎，并且像尽职尽责的女儿一样，将爱的礼物寄给他们的妈妈。他们在没有期望的情况下找到了好运。当艾米和老李写信宣布他们要结婚时，马奇太太担心乔很难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但她的恐惧很快就消失了。因为虽然乔一开始很严肃，但他非常平静地接受了他。读了2遍信，并且说他希望并且祝愿孩子们一切顺利。这封信几乎是他们2人合写的，他们互相称赞，这很迷人，而且这个消息太好了，没有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你喜欢这个主意吗，妈妈？当他们读完那些用密密麻麻的字体写成的纸张，并且互相看着对方时，乔问道。是的，自从艾米写信告诉我们她拒绝了弗雷德沃恩以来，我就一直在期待他。我确信，既然他已经克服了你所说的雇佣兵精神，就会有更好的事情发生。而且他们信中的一些事情让我怀疑艾和老李最终会在一起。
你真聪明，妈妈，而且你把它藏得真好，你没有告诉我一句话。就女儿而言，母亲必须有聪明的眼睛和谨慎的嘴。我不想告诉你任何事情，以免你想在正式宣布之前写信祝贺他们。我不再是以前那个冲动的人了，妈妈，你可以信任我。我很成熟和明智，是任何人的好朋友。是真的，亲爱的，我应该告诉你一切，但我担心你会因为知道泰迪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而感到难过。拜托，妈妈，你真的认为我会在最好的时候拒绝他之后，变得如此愚蠢和自私吗？我知道当你拒绝他时，你是真诚的，乔，但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我开始怀疑，如果他回来并且再次请求你的手，你的回答会不同。原谅我，亲爱的，我忍不住看到你感到孤独，我感受到你眼中对爱的渴望让我感到痛苦。这就是我想到，如果我们的男孩再次尝试，他可能会填补那个空虚的原因。不，妈妈，这样更好。我很高兴艾米爱上了他，但你说对了一件事，我感到孤独。也许如果泰迪坚持，我就会接受他，不是因为我爱他，而是因为我现在比他离开时更重视被爱。我很高兴是这样，乔，因为这表明你正在成长。我们很多人都爱你，你有你父母、姐妹和他们的丈夫、朋友和孩子的爱，在等待伟大的爱情到来时，满足于此。没有比母亲的爱更大的爱了，但我不介意告诉你，妈咪，我渴望尝试其他类型的爱。这很奇怪，我越是努力满足于我所得到的爱，我就越觉得需要它。我无法想象一颗心可以容纳如此多的爱。我的意思是，它可以如此有弹性，并且永远不会完全填满。我不明白，我过去常常满足于我所爱的人的爱。我确实明白。马奇太太笑了笑，而乔再次拿起信，重读了艾米对劳里的评价。被爱是如此美好，就像劳里爱我一样。他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他没有过多地谈论他，但是我在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姿势中都看到了，并且感受到了。我感到如此幸福和荣幸，以至于我看起来不像同一个人。直到现在，他向我敞开了心扉，我才知道他是多么善良、慷慨和温柔。我看到他的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崇高的目标。知道他是我的，我感到自豪。他说，现在他知道我会站在他身边，他觉得他的旅程将会顺利，充满爱。我祈祷会这样，并且努力达到他对我的期望，因为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英俊的船长。只要上帝愿意我们在一起，我就永远不会离开他。哦，妈妈，我从未想过当两个人相爱，并且为彼此而活时，世界会如此像天堂。这是我们冷酷、矜持和世俗的艾米说的。爱真的创造了奇迹，他们一定很幸福。乔小心地折叠着纸张，就像一个读完了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让他一直悬念到最后，并且必须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的人一样。由于下雨，他不能出去散步。乔上楼到了阁楼，他感到不安，旧的渴望又回来了，不像以前那样痛苦。但是他耐心地、悲伤地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妹妹可以得到她想要的一切，而另一个妹妹却什么也得不到。他知道那并不完全正确，并且试图消除这种想法，但是他内心自发产生的对爱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艾米的幸福激发了他想要用他所有的灵魂和心去爱某人，一个只要上帝允许，他就永远不会离开的人的愿望。在楼上，在不安的乔徘徊的那个阁楼里，有4个木箱排成一排。
每个箱子上都写着他们主人的名字，里面装着他们都已抛在脑后的童年和青春的记忆。乔看着他们，走到自己的箱子前，把下巴靠在边缘上，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混乱的内容，直到一些旧笔记本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拿起它们，在复习时，他重温了他在科克太太家度过的快乐的冬天。他先是笑了笑，然后陷入了沉思，最后变得悲伤起来。当他找到教授的一张简短的便条时，他的嘴唇颤抖了，笔记本从他的腿上掉到了地上。他坐下来阅读他朋友的话，这些话突然似乎获得了新的意义，并且触动了他的心。等我的朋友，我可能会迟到，但我肯定会到达。我希望这是真的。我亲爱的弗里茨，总是对我如此甜蜜和耐心。当他在我身边时，我没有像他应得的那样珍惜他。现在每个人都离开了，我感到如此孤独，我非常想见到他。乔紧紧地握着那张便条，仿佛那是一个要实现的承诺，把头埋在碎布袋里，泪水夺眶而出，仿佛要和屋檐下的雨滴一较高下。他为什么哭泣？他是在可怜自己，感到孤独，还是感到沮丧？或者是因为一种感情的觉醒？这种感情一直在耐心地等待，就像激励他的人一样，等待他的时刻到来。谁能说呢？